带你抓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一伦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知道现在美伊的谈判是呈现一个僵局，好，但是这个僵局呢，恐怕又有一些转捩点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伊的谈判实在是触礁了。那当然，川普说比过去几周更认真的考虑要恢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好，我知道观众朋友在电视机前面一定又想说啊，又来了哈！一轮读到这个的时候，马西赶快的尴尬。好说啊，川普最近对伊朗处理中战谈判的方式越发不满。那有多名的知情人士透露说啊，川普政府目前正比近几周更认真的考虑恢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好，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场仗其实美国是有点打不下去的所以当然会进入到谈判，但谈判呈现了僵局，还要再回去打吗？美国有这样的底气吗？一轮也是满头问号。好，但是确实在川普的政府里头说内部有出现不同的路线。好，一派是主张我们就要用更强硬的手段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好，另外一派则认为外交途径仍然应该保留机会。好，不过目前确实有一些讯号存在包含的就是美国军机就定位了说他们是对于这个继续对伊朗的领土进行密集的侦查。好，每天都沿着西边的边境来飞行6至8架的飞机还有无人机。好，包含的是EEA 在伊拉克的以色列基地附近行动。好，同时RC-135还有E3以及 U2S 跟 RQ-4B 飞机涵盖了海湾地区。好，那2架P-8A 的在阿曼是进行巡逻，那至少有72个伊朗的地点都被成像。好，所以有相关的这个图让大家看一下真的是蛮多的军机都在整个伊朗的西部边境来进行飞行。好，那现在是不是也实战会摧毁伊朗的防空网呢？因为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有发布一张战机的照片。好，这张有一点玄机这是一架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空军 F-16的战机。好，它在座舱的下方罕见出现了一个击杀的标志。好，其实放大看就是在这里好，那当然外界推测说相关的战火可能涉及的就是伊朗防空雷达或是地对空的飞弹阵地。那说相当罕见所以也确实这个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的讯息存在吗？好，那除了美军机之外，也看到美舰也有在进行部署。好，这个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2栖攻击舰迪利波里号出现在了阿曼湾。好，那个阿曼湾南的入口处那一艘美国的海军独立级滨海战斗舰也被发现在阿曼湾这边来活动。所以发现说这样子的迪利波里号这些舰队其实也很频繁的出现在这里。那美国的海军在伊朗冲突期间也有向直布罗陀来部署核子潜舰。那这是五角大厦在11号公布说有一艘核潜舰的位置说证实已经抵达了英国属地直布罗陀。直布罗陀就是位在这边西班牙的南边。好，此时华盛顿跟德黑兰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是仍然持续。那也是暗示的意味相当浓厚。好，为什么会特别来证实这一架的核潜舰位置呢？那当然有分析是说这个潜舰浮出水面，而且还公开了这个位置就代表是美国正从外交谈判可能要转向的是更具体的武力示威。好，是不是等同于说美国具备随时发动毁灭性打击的能力？好，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宣告性的意味十足。好，但是我们看伊朗的态度其实伊朗常常就是美国好像一头热但是伊朗就轻轻的啪一声把脸打回去我们就看到了川普目前这个对被媒体问到说暂时而言这停火协议到底还有没有效那川普就说哎呀，我读了那篇垃圾方案之后他称伊朗提议是垃圾方案，他甚至连看都没看完，他就决定拒绝这份反提案。好，那当然川普是这样说啦那伊朗这边的裴泽斯基安他们的总统说表达了强硬的立场说绝不在敌人面前低头。好，那刚刚的川普说法，其实呢我们有这个还原他的话语，我们来听一下。
unbelievably weak. I would say. I would call it the weakest right now. After reading that piece of garbage they sent us, I didn't even finish reading it. They said, I'm not going to waste my time reading it. I would say it's one of the weakest right now. It's on life support. They understand these are all medical people. Dr. Oz, life support is not a good thing. Do you agree? Bad prognostic. I would say the ceasefire is on massive life support, where the doctor walks in and says, Sir, your loved one has approximately a 1% chance of living. 好，他讲完之后，你会觉得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啊？哈，好，那当然呢，目前裴泽斯基安也说啊，这绝不会在敌人面前低头。那也强调关于协商跟对话的讨论，不代表投降或是退却哦，所以为外交磋商保留了余地。好，但目前还有一个变数，就是以色列。好，我们以色列看到他们的国防军的总参谋长啊，也特别讲说啊，在多条战线持续作战情况之下，以军正承受重大的伤亡，所以必须要立刻增军。那伊朗也向以色列发射了1500枚的飞弹。那铁穹哦说，这个系统拦截率高达99%。哇，听起来很厉害。那真的是这样吗？好，因为我们看到以色列铁穹系统确实有被说啊，是有疑似遭到了 FPV 的无人机击中。好，这个是黎巴嫩真主党的发布影片，说画面中有显示哦，第一人称的这个视角无人机逼近了以色列的铁穹。虽然以军没有证实受损的状况，但这起事件显示哦，低成本的无人机直接威胁到高价的防空网。好，最后也要看到是伊朗军方哦，确实有宣布说有一架入侵的敌方侦察无人机哦，在伊朗西南地区被综合防空网络系统给摧毁。好，外界推测哦，就是疑似以色列制的赫尔墨斯900。所以你可以看到哦，这个虽然以色列说他们很厉害，铁穹拦截率哦，哇，几乎这个100%哦，99%，但是哦，还是蛮多的这个铁穹啊有被命中啊，或者是以色列的无人机有被摧毁的哦，所以在战争上面真的很难讲哦。但是每次他们都要说大话，所以才会让大家哦越觉得这场战争哦更扑朔迷离。好，我看的是觉得哦，已经不知道走到什么境地了哈，因为看到哇，现在川普好像又有要考虑军事行动，干嘛呢？我们先问将军。这场战争很明显已经变成歹戏拖棚了哈。这个川普现在想要打，但是他却打不动哈。想要谈，伊朗开出的条件非常高，想要拖下去，但是以拖的话，对美国是更加的不利，因为后续来讲，美国自己要面对的它的弹药库存逐渐的减少，补充不了，也要面对它国内高涨的通货膨胀，还要面对国内的舆论压力，甚至于它后续来讲，其中选举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川普才会现在我们看到他暴跳如雷，不知如何是好。所以这已经变成一场这个歹戏拖棚，已经是一场战争的烂尾楼。那我们现在从战场的情况来看，为什么伊朗有这个底气提出这么硬的条件14点的提议？那川普来讲的话，想吞又吞不下去，那不吞的话又很难过。我们看到现在来讲，我们刚刚第一章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于美军现在在伊朗的这种飞行的路线图，我们看到其实这些飞机都是什么？都是侦察机哈，它现在只能用侦察机来对伊朗国内来实施监控，它不管用的是侦察机或者是无人机，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这张相片没有看到具有比较这个，比如说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攻击性的武器没有，甚至于以色列战机好像也没有在这边出现哈。可见得，我从这张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军只能现在来监控这个战场，这是在空中的状况。那在海上面来讲的话，它现在只能用一艘这个迪里波利号在那边威慑，可是这个用一艘滨海战斗舰，可是他又真的不敢开进荷姆兹海峡，因为我们上礼拜他有两艘的这种驱逐舰进了荷姆兹海峡，那立刻被伊朗反击打了出来。虽然说这2枚伊朗导弹没有命中他，可是也够他吓一大跳了。那如果说一不小心被命中，那美国就丢脸丢大了。所以说看出来他不想，他也不敢进去。那现在来讲，说护航荷姆兹，他要自由计划，这个刚开始说要实施36个小时又要停了以后，现在又要开始。可是没有一个船东相信美军所讲的话，所以现在来讲，美军现在陷于这个进退维谷哈。川普来讲的话，可以说陷于两难。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军现在来看，我们刚刚看到上面这架飞机涂了那个标志，大家知道这个有时候这个军事不管是战车、战机或者军舰，
当你有一个战功之后，就通常比如说击毁一架战机，你就在飞行员驾驶舱的下面漆上一架飞机的符号或者漆上敌国的国旗比如说美军来讲，那时候他会涂的是日本04战斗机或者是日本国旗那涂上这个符号代表他曾经摧毁了这个伊朗的地对空的这种雷达我看到这个图案好像是一个地对空的导弹，代表他击毁的是一个导弹阵地。那他用的是什么来反辐射导弹？什么叫反辐射导弹？就是这个对空飞弹，他要打你的时候，他要打空中这架飞机的时候，他会发出电磁波将你锁住。我们都看过那个电影嘛，这个飞行员飞机上面哔哔哔哔哔在那边叫，就是被雷达锁定。那雷达会发出警告信号说，我已经被雷达信号雷达电磁波锁到了所以它会发出那个信号。所以反辐射飞弹就是它会顺着这个电磁波反过去打你那个发射的阵地，所以这个是反辐射飞弹。那从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可以证明一件事情：伊朗到现在为止，事实上它是有地对空导弹的能力。我们反过来看，它有地对空导弹，那是它的地对空导弹是什么样子？现在美军没有讲，那会不会是这个俄罗斯提供给他的 S-400？或者是甚至于中国会不会提供这种地空的导弹给他？因为证明他有打到，代表说是伊朗有这种武器嘛。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到目前为止陷于一场这个歹势拖棚战争的烂尾楼。是，我们都看到不知道要什么时候结束了因为这个剧中也很重要嘛。但什么时候剧中已经跨播了好，赖老师怎么看？主要还是骑虎难下，是因为原本有一个台阶，川普把台阶搞砸了，搞砸了以后，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台阶下，没有台阶下，对川普来讲，他现在真的是气急败坏，束手无策。我们都知道2月28号发动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目前来讲被美国的盟国跟全世界定位是不正义之战那既然是被定位是不正义之战，所以美国在国际上在联合国他就站不住脚，这是第一个。因此他没有朋友，他唯一能够跟他并肩作战的只剩下以色列，而他有北大西洋工业组织这么庞大的这个组织没有用，还有中央工业组织，也就是海湾国家也没用，甚至他还有跟菲律宾、日本等都有这些军事同盟条约，可是也都没用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敢参与，也没有人想参与，也没有人愿意参与，所以他一直是孤家寡人在作战。孤家寡人作战打第一个月3月份的时候，他采用的是非常密集非常强而有力的攻击，可是伊朗没有屈服。之后他不得不停战来进入谈判。可是我们看到，你这么强大的攻击，伊朗都不屈服了。那你想，你透过这种危言耸听，你透过这种虚张声势，然后你透过这种谈判的技巧，你就要让伊朗屈服，这个就更不切实际了一般来讲，战事中赢，然后谈判中就能够获得利。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俄罗斯跟乌克兰在每次要谈判前，战火打得就更加的激烈。那也就是因为你占有优势的这一方，还有筹码，对，会有助于你的谈判。但是明明白白的就是停战了，也就停火了。停火到今天还是大停了嘛？小冲突有，但是大停火是已经都停的情形下，连以色列跟伊朗也都大停火。那你想透过你这种虚张声势的方式，就让伊朗在谈判中让步、妥协、屈服，我觉得真的是太不切实际了。好，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伊朗每一次的谈判就加码，而不是减码。所以也就是说，本来在川普的逻辑里面，他认为说，我把我的举手势拉高，然后呢，等到你第二次谈判的时候，我们都后退一小步，然后再来进入再谈不成，然后第三次谈判，大家再都后退一点点等等的。那采用就是我退小一点，你退大一点，那最后我获得总利一般来讲，他们策略有很多种嘛，也就是说，虽然大家都退，可是可能你的步伐退的少一点，我的步伐退大一点，那累积下来的时候，我的步伐就越来越大了，我就让的比较多。可是伊朗采用的方法是完全相反，每一次的谈判破裂，再谈的时候，伊朗就加码了。你看，在这次的14点谈判的时候，伊朗就加码到赔偿一定要赔，核武绝对不谈。这个过去是还可以谈现在是连谈都不谈，这叫做加码。所以川普为什么会恼羞成怒，会气急败坏？他碰到每一次谈就必加码的伊朗，你谈还是不谈？
好，这才是最难缠的对手吧？哈，好，苑老师怎么看？每一次遇到非常特殊的情况的时候，就要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现象会发生。那么这个川普发生的这个非常气急败坏，就是说他用大字写 unacceptable 的话呢，那么最主要的原因的话呢，这件事情川普不会接受，伊朗的强硬反应也不会让人意外。但是我比较意外的是那个时间点，那时间点是在大陆宣布他可以来大陆访问的时候，突然冒出来。川普变得非常强硬，那么你可以针对这个事情呢做2方面的判断，一个就是说，这次勉强到了北京去访问的时候呢，这个事前的这个协商的过程，因为大陆是到了最后才宣布的时候，他确实是表现的原来一开始的话呢，在这之前啊，从他在 Axios 的发表了一张纸，这个14点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就很多人讲说川普故意发表这个是为了要炒股票，要炒油价，放空油价，但是我觉得说没有这么单纯，他讲释出一些善意。但这个释出善意之后，仔细让人看了以后呢，除了要消除制裁伊朗的以外的话呢，就是放回来一点伊朗的原来被控制的钱以外，其他大部分来讲的话都是很屈辱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他的外交部长阿拉格齐1个礼拜前的时候呢，到北京跟王毅在一起做了讨论的非常多的事情。然后之后的话呢，就出现了3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呢，美国川普呢不太讲话了。针对这些不太讲话，直到最近昨天吧，就说了比较强硬的立场。然后接着下来的第二件事情呢，这个伊朗呢就很明确的讲信赖中国用中文写的。同时的话呢，又这个伊朗没有温和派，原来这个总统这个叫佩泽西奇扬他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温和派。伊朗是个民主国家伊朗一直有民选的总统沙特科威特倒是没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佩泽西奇扬现在变得佩泽西奇扬。他现在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他讲立场也非常极端，非常由他来发表这个意见，就是伊朗绝对不会轻易接受。不过我觉得在第二部分的话呢，要大家看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以色列的态度。以色列态度的话呢，是主导这里面所有事情的发展，从一开始到现在以色列当中的话呢，提到说他们要扩大征兵，这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他们的参谋部总长叫扎米尔。他所讲的，以色列全国人口只有900万，实际上在以色列常住的人大概就是400-500万、600-700万，然后这样子征兵的情况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呢，以色列表现的态度极其严厉。最近的话呢，这个纳坦尼亚胡接受 CBS 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以色列都不需要美国的财政援助，10年内我们要完全退出来，态度非常坚决，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川普进退两难。对，所以川普骑虎难下，难怪他最近每次常常都在发飙那当然，因为现在就是坐立难安，那马上就要川习会了所以现在大家把整个焦点都放在了美伊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讨论。我们刚刚也说川普最近只有几个形容词应该算一个就是气到要吐血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他气到继悬赏他警告美国跟美伊停火，像是插管为生。好，那悬赏$1500万来追查就是革命卫队的资金网。好，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升高对伊朗的施压是把直接悬赏最高$1500万来追查革命卫队的资金网络。好，这就显示这个美伊停火虽然没有正式破裂，但是谈判跟区域的局势是再度面临了崩溃的失控边缘。好，那川普向美伊停火是命悬一线。那现在伊朗的态度我们看到的国会议长卡利巴夫他讲说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严厉回应了任何攻击，那敌军将感到惊喜。好，也是蛮呛瞎的好，那伊朗在赫姆兹海峡的部署呢，有这个袖珍潜艇。好，那可以搭载的是中国设计的反舰飞弹。好，这是伊朗有说他跟美国在和平协议的磋商无果之后，他们有部署了袖珍潜艇来作为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隐形守护者。那说每艘的潜艇编制是不足10人，但是可以搭载的是2枚的鱼雷或是2枚的中国设计 C704 的反舰飞弹。好，那当然现在看到了伊朗在这个荷姆兹海峡部署仍然是持续，所以呢，到底川普
敢不敢打哦？有很多人说啊，干脆川普就来个地面战吧，他哪敢呐？所以呢 CNN 也直接讲说啊，川普每次喊打却不敢打，只有嘴巴敢打，就被伊朗看穿了底牌。也就是长达数月的伊朗战争当中，最离奇的一幕就发生在4月中，因为川普当时宣称德黑兰同意他所有要求，但目前的双方仍然是相差甚远。CNN 的分析就说，川普近来一连串的举动都反映出他极力避免重返全面战争。那伊朗似乎好像也看出这一点所以在美国重返全面战争的可能带来了高油价，还有美军伤亡，以及美国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等代价。所以伊朗的领导层对此是认为说只要持续的拖延，把时间越拉越长，其实就能耗赢一位不愿意重返全面战争的美国总统。好，我们这阵子也一直在谈论说这个时间到底站在谁那里呢？那目前看起来，确实伊朗只要把时间拖长了，美国可能就被拖垮了有人是这样子觉得，不战美国这边其实就会有问题了。好，那我们还要看到就是卢卡申科，他是白俄罗斯的总统，他最新也谈到了伊朗战争。我们先来听听他怎么讲。Конфликты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ят. Допустим, последний конфликт, вооруженное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Израиля и Ирана 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Что показало? Ну, бомбили, забрасывали бомбами и ракетами. И что, победили? Нет. Без назем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никуда. Ну, а в наземной операции это солдат, обученный, наши офицеры и то оружие, которое надо для ведения боя на земле. 好感觉全世界真的都在看川普笑话他直接讲说没有地面行动就没有出路。好，那目前看到川普在要去中国大陆之前是拒绝这个伊朗的提议，而且很生气说完全不可接受。但是伊朗的外交官员说我们的中国大陆朋友非常清楚如何用这些机会来警告美国做下这些非法霸凌的行为之后，会在地区平和跟安全还有经济稳定跟国际安全带来什么样子的后果。好，那伊朗发射的每一枚飞弹说都是美国无法用来吓阻中国的。好，就有这个分析说中国其实很密切的关注整个冲突，而且从里头吸取经验，所以每一枚用来打击伊朗的飞弹都没有办法在印太地区来发生威慑作用。那美国的前国防官员也透露说，川习的计划会晤会让美国的军火危机成为这一次会晤的背景。好，那我们还要再看到的就是巴基斯坦那这一次他们的这个陆军配备的雷达 Z10M1 攻击直升机，发现说5月罕见的作战画面当中突然出现，而且大幅的提升巴基斯坦掩护式攻击行动的能力。那也进一步凸显说中国的军事技术其实现在在整个印太国防体系的影响力是有不断在扩大的。好，那这个巴基斯坦还推出了就是 Fateh-3的飞弹引发讨论，说这跟中国有关的超音速打击系统会如何重塑南亚对抗印度的常规反制力量格局，那也会扩大中国在中东国防影响力，而且加剧飞弹的扩散。所以看起来中国的影响力似乎越来越大。那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现在也不敢跟中国翻桌好，因为呢川习会之前再开闸，这个有9公司3人遭到美国制裁，涉帮伊朗卖油给中国。好，贝森特有讲一些话语啦。好，那美国的霸权现在似乎进入极限因为石油美元的裂痕扩大，那全球秩序进入一个长期高成本的时代，所以有人觉得美国现在第一次的深刻体会到了，即便拥有全球最强的海军，也难以低成本的维系航运的秩序。那整个世界呢，则首度直面石油的美元体系跟美元安全秩序是同时承受压力的情景。反正在川普2.0上任之后整个局势都变得相当复杂，而且不可预测性变得很高。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现在川普非常生气，他连革命卫队的资金网都用重金来悬赏。我们先问赖老师怎么看？如果历史可以10年重来，或者是说这个整个可以重新来的话，我相信
川普一定会觉得说，我当初不要听内塔尼亚胡的就好，不要卷入这里面。对，因为内塔尼亚胡跟他说1个礼拜内搞定嘛，甚至后来还传出说，当时内塔尼亚胡跟他拍胸膛说3到5天内一定搞定，结果什么都没搞定，然后又说以色列一定可以进入伊朗的内部把浓缩铀都拿走，结果什么也都没搞定。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真的是骑虎难下了啊，什么办法都没有。甚至他想要引导船队出赫尔木兹海峡，有点像摩西这个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一样啊。但是很明显的，他自己的军舰都挨打，虽然没有打中，但是他的军舰都知道高风险。如果再这样玩下去的话，迟早有被打中的可能性。例如说，你刚刚介绍了这种袖珍型的潜舰，因为这个很早以前开战前大家都知道伊朗有这个能力，而且是对于潜水海军，一般来讲我们的潜舰通常都是沉得越深越好嘛，但是伊朗由于它本身的造舰能力，还有当地的这个地形的因素比较特殊，例如说赫尔木兹海峡它本身不是很深，它很深的地方不多，所以它造的潜舰就比它小而且潜的不会太深，但是还是有能力还是能够对你构成杀伤力，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都使美国的海军不敢如入无人之境，在这个地方穿梭。那你一旦不敢做的话，你的引导就没有用。即使他刚开始推出所谓的自由计划，48小时不到又取消了，接着又说沙特跟科威特愿意让他再使用领空，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船愿意跟他走这代表什么？一切都失败。一切都失败，束手难策，只能计悬赏，看重赏之下有没有人愿意去检举或者愿意去做些什么事。不过我觉得这就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这也看出它的短板。还有一点就是您刚刚看到了这个所谓的5直10这个就是5直10。5直10是大陆的这个机枪部队或是等于是陆军航空兵里面的主战机之一目前我们看到大陆提供给巴基斯坦的不只是直升机，歼35也可能会卖了，还有潜舰也卖了，还有鹰击18都要卖了。换言之，也就是说，各方位的这个武器，战略型的武器、成系统型的武器都提供给这个巴基斯坦。南亚的这个军力已经开始在改变，也会影响到海湾国家。对，你看整个区域局势，整个都在变化了将军怎么看？我介绍一下这个5直10的攻击直升机它大概类似跟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是对标的。那我们台湾现在所使用的直升机是阿帕奇的直升机。其实如果这两者我们比较相关的数据来讲的话，应该是这个互相不相上下了那我特别在意的是，你看5直10，它上面都有一颗微顶征收仪。那事实上，阿帕奇也有了这个微顶征收仪，你知道我这个微顶征收仪有多厉害？你知道吗？我有这颗吗？对，上面那一小颗，我跟各位讲，我亲身深受其害过。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年我们4对抗，我们阿兵哥在外面行军，走了很久的路，已经很渴了就刚好路边有一个这个小蜜蜂卖那个饮料，就我们阿兵哥就跑去跟他买饮料就没想到远远一架阿帕奇，我们都没有听到声音，所以有多远我们不晓得，在什么地方我不晓得，他就伸出他那顶微顶征收仪，把我们阿兵哥每个都照一张相，然后身上的兵籍号码、姓名全部照下来。所以说回去以后，每一个这个本来师对抗演习完了要放假了，结果全部被禁足。哇塞！所以你知道他那有多厉害？就是这么远你看不到他可以把你身上的兵籍名条号码全部都照下来。所以如果说这个在巴基斯坦也发展了这种5直10的直升机，对印度来讲确实是威胁很大。另外我们看到巴基斯坦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法塔赫3型的飞弹，我们经常听到巴基斯坦它发展的飞弹包括伊朗，他们都习惯叫好像穆斯林国家喜欢把他们飞弹都称之为法塔赫可是伊朗的法塔赫是弹道飞弹，那这个法塔赫3是巡弋飞弹。弹道飞弹是打到太空之中，在这个好像抛物线一样掉下来命中目标。那这个法塔赫3，巴基斯坦这个是巡弋导弹，是贴着地面飞行的就跟一个小飞机一样，它钻在地上飞行。那它的末端速度可以3到4马2，是非常快的那而且弹头重量可以到250公斤，破坏力是非常强。我个人认为说是，如果说巴基斯坦有了这种导弹来讲的话，它可以对陆攻击，但同时它也
相对的，它如果对军舰来讲也可以攻击，因为印度来讲在海军上面它有这个航空母舰，它有双航母嘛。那上次这个去年5·7空战的时候，这个印度曾经把它的航空母舰开到巴基斯坦的海岸来威胁巴基斯坦。那如果说巴基斯坦发展出来这种巡弋导弹可以对舰攻击来讲的话，那印度的这2艘的航空母舰可以就说无用武之地了因为印度也有类似的，但是布拉莫斯导弹它是跟俄罗斯合作的。那按照这个账面上面数据看起来，布拉莫斯确实是没有法塔赫3型来的不管是这个攻击的能力或者是速度来讲都没有它来得好。是，郝渊教授怎么看？我觉得这里面有2个消息非常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个就是伊朗的话呢，他已经发表在部署在荷姆兹海峡的袖珍潜艇，请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前的时候，川普的话呢，惹了下大麻烦以后，居然讲到他没有想到伊朗会控制荷姆兹海峡。那个时候，这个希拉蕊·克林顿就哈哈大笑，因为讲说美国历代的总统在评估上来讲，这个伊朗唯一的手上的最大的筹码就是控制荷姆兹海峡。那你想想看，这个袖珍的潜艇的发展放在一个整个这个水深比较浅的底下，而且又配上了这个 C-704的反舰飞弹，那他已经准备多少？我跟你讲，发展袖珍潜舰起码准备20年，台湾就准备了30-40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伊朗已经做好万全准备，事先打的时候完全没有人知道需要考虑到这个。那这个荷姆兹海峡底下有潜水艇，而且袖珍潜艇又能够发出来反舰导弹，那这个情况下来讲，伊朗是稳稳的卡住了世界的经济。荷姆兹海峡原来大家不要忘了，荷姆兹海峡是自由通行的，现在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就荷姆兹海峡的话，伊朗随时控制，这个油价都上下，没有人受得了。世界的经济受不了，尤其东南亚地区根本就受不了。那第二件事情的话，那个卢卡申科讲的话，虽然看起来像嘲笑川普，但是白俄罗斯的总统跟这个事情没有特别的关系。但他里面讲了一个重点，就是没有地面行动就没有出路。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就叫你有本事就来啊，你就是派出地面行动啊。那刚刚提到派出地面行动的话我们这边的话的几个军事专家都会觉得说非常好笑。为什么？因为美国根本就不敢，经不起这个牺牲，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另外最严重的事情是，生怕一旦陷入了这里面的军事陷阱，再也出不来了。如果美国一下子的话来派了1万人也好，2万人也好，通通都出不来的话呢，那这个很麻烦。再营救2万人出来，那可是更大的一个惨状。所以以目前的情况下来讲，川普本身这个战争就是非法的，也没有经过国会的同意，也没有经过国内人民同意，也没有经过国际社群同意。这个感觉上确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对，所以你可以看到白俄罗斯的总统才会这样抢下感觉就是觉得说要么你就直接进去地面行动一直用嘴巴讲也不是办法。好，那当然现在川普要到了这个北京来跟习近平见面，我们等一下继续谈。川普13号就要到中国大陆北京来进行访问不过2天之前也就是昨天这个中国的官方才正式官宣好，那当然也看到了，现在川习会前也在释放讯号嘛，因为中国这边发布了和平共处的影片，好，这似乎也在喊话说美国不要对抗。我们来看看这支影片。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wo leading global players, the world's 2 largest economies. How the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has far-reaching and global implications. To clash, confront each other, and wear each other down, or engage in sincerity and good faith. The history of China-US relations offers an unmistakable answer. 80,000 US companies invest in China. 80% of Apple's core suppliers have plants in China. Tesla's Shanghai Gigafactory accounts for half of its global output. More importantly,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oples both want a life of peace and happiness. 好，你看到它是用中英双语来进行这段影片的制作，所以也刻意要讲给美国听的。好，那我们也看到它里头有特别讲说这个回顾历史发现和平共处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好，但问题现在好像筹码流失，加上习近平现在非常懂川普，川普不是有个懂王的称号吗？现在习近平是懂王又懂川普的王好，分析说中国作为地主
自会给予川普应有的待遇哈，那规格恐怕没有办法像9年前的川习会相比。好，那当年中国将川普的到访视为是国事访问 Plus。好，除了红地毯啊、军乐队演奏、成群孩童摇旗高喊欢迎还带着川普夫妇去参观故宫，然后有一些私人的晚宴。好，川普是1949年以来首位在紫禁城享有此待遇的外国领导人。好，不过都是9年前的事情这次的状况没有这么好了。好，智库顾问就说中国可能还是会竭力的让川普相信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国事访问，但是如今的盛大场面跟他首次访中已经截然不同。好，因为现在习近平对于川普是更了解了而且这川普政府现行国家安全的战略、国防战略都把中国视为势均力敌的对手。好，所以不是有首歌叫10年嘛？虽然9年也差不多，10年之前、10年之后，10年。就是10年河东，10年河西，就是这样的感觉。好，那当然，川普说他非常期待访中他说去过一次。好，我们来听聽他怎麼讚嘆中國。My relationship is very good with President Xi. I don't know the other leaders, but President Xi is a good man, smart man, loves China. And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there. We did this once before, and it was amazing. It's going to be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n amazing trip. 好，川普每次都讲说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很好 ，always 都是这句话。好，但是现在川习会的企业团名单说超豪华。好，5月11号白宫证实要邀请包含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苹果执行长库克，还有波音执行长欧特伯格在内的10多位美国企业的领袖随行。好，希望政商联手来促成一系列对中商业合作跟采购的协议。好，有发现吗？没有黄仁勋所以黄仁勋这次没有随团来访中。好，那另外川普说他本来要住的饭店好像又改了，变心了。好，要改住是另外一个是北京四季一晚要46万，而且还被直击说停了20辆的警车好，现场弥漫着不同寻常的紧张气氛。好，但我们要关注到是中国有个12万吨级的004核动力超级航母。这个也将超越美国的福特级航空母舰，会重塑印太地区的海军格局。那有人就说这就是直接挑战了美国数十年来不容置疑的海上霸权。好，那这个倒数2天大家也很关心目前看到的是卫星图有揭露歼35全速量产有2型的航母通用一机搞定。那中国的海空军换装的需求是超过150架。那最终来看到，原本不是有说吗？日本蛮希望川普去北京，是不是可以顺便的到日本来访问一下？那后来没有这件事情，但是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今天的时候到了北京，要跟首相高市早苗还有他们的财务大臣来进行会谈，讨论是美日的经济关系。那目前这个贝森特也会到南韩跟中国的亚洲行的第一站。好，那日本的高市早苗也预计要利用这个机会，在川习会前召开对白宫巩固日本的中国问题的立场。好，所以就有分析说为什么他去中国之前还要先停日本呢？有人觉得这是带有明显的外交跟金融的战略意图。好，也就是先跟亚洲的核心盟友日本先协调立场。好，那最近因为亚洲的金融市场日元汇率能源安全问题都让美方相当的关注。好，那彭博则认为说这反映川习会之前美国是一方面安抚盟友一方面替接下来的美中谈判在预做布局。好，所以美方的布局不是只有去跟日本见面这么简单，它还有其他的规划。好，我们看到一开始这个和平共处的影片释出之后，很多人觉得中方就是在喊话美方。我们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中国的战略耐心一直还是很够还是很愿意跟美国好好的相处。但是美国在没有彻底输中国之前，美国不可能跟中国好好相处。克林顿总统时代去炸了中国的南斯拉夫的大使馆。小布希接克林顿总统的时候就发生军机擦撞，中国造成1位飞行员罹难为国殉职。接着这个奥巴马上来，再搞一个重返亚太再平衡，对，煽动菲律宾在南海去打这个官司，在南海闹事，这是奥巴马时代。然后接着我们看到川普上来了以后，就发动这个贸易战打得没完没了。拜登上来再搞这个科技战，
川普上来再打一个科技贸易战等等的关税战，什么都来，就这样折腾中国，折腾了30几年。那他为什么一直在折腾中国？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中国怎么成长的速度这么快，中国怎么块头越来越大。那刚开始的时候，到奥巴马的时候，都还估计了不起是亚太，所以那个时候叫做亚太战区、亚太司令部、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那时候连太平洋司令部都叫亚太，后来为什么改叫印太？就发现怎么几年内中国发展到印度太平洋了，印度洋、太平洋2大洋了。然后在没多久的时候，怎么发现中国的块头越来越大了，力量越来越大了？然后中国大陆其实也告诉你说，我没有要对你，我只是发展我自己，我没有要对你，我发展我自己。可是对美国人来讲，我受不了了，你发展你自己都不行，任何人都不可以超过我，只要谁超过我就干谁。所以当时的战后的前苏联要超过美国，他就打苏联。然后就每天把苏联说成万恶不赦的共产集团等等。接着欧盟组成了，欧元一开始的时候比美元还强势，马上攻击欧洲。然后之前先打谁？日本 No.1，1980年代，日本到时候大家都说日本要超过美国了，就打日本。广场协议。欧洲完成了这个货币统一，打欧洲，现在打中国，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美国人嘛。只有我当老大，不能有任何人当老大。那中国人的态度很明白，就是说我没有要当老大，但是我也不会让任何人当我的老大，就是这么的简单。我没有要当老大哈，但是谁都别想当我老大。可是美国人不行，美国人说只能我当老大。那你想想看，这个矛盾在不在？在。什么时候这个矛盾才会打破？中国赢美国的时候，中国全方面赢美国的时候。美国没有资格再讲老大了，在这个时候，中国才有可能跟美国和平相处，不然别想跟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和平相处。所以还是要壮大自己，全方面赢美国了，你当然就能够和平相处了。对，所以这就是美国人的思维哦，他跟这个过去他想要当这个世界警察有关呐。好，将军不好意思，苑教授怎么看？好，这个大家要先了解哈，这个美国是没有银牌的。美国的霸权来自于他只要金牌美国都要当他的世界第一但是的话呢，这个一路下来大家在心理上以及在实质上呢，都会觉得说美国，我必须坦白讲一句话，美国曾经强大过，但是美国衰败的也非常快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亲眼目睹，我都没想到美国会衰败成这个样子。那你拿这一次的川普在访问这个中国的事情，有3件事情的话呢，让他觉得是。川普自己如果是他自己懂得想一下的话，觉得很丢脸。我自己都觉得川普其实蛮丢脸的那么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就是说一直迟到什么时候5月11，今天不是12号，昨天才证实，是，然后13号要来了，对开玩笑，哪有这种事情？2天前，大家要了解2个大国之间的国事访问里面讲的每一句话、每个动作都是有含义的，都要沟通的。那大家要了解，我们现在事前讲他们会做什么考量都不实际，一定要等他们事后看到他们的动作以后，就能够做出判断，否则的话呢就不清楚。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美国现在最大的困难，我们刚刚讨论了很久，就是美国莫名其妙的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那现在的话呢，进退两难，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好。在这种情况下，阿拉格奇1个礼拜前跑到北京去见了王毅，然后说了很多话，然后这边讲话，伊朗硬气得很。伊朗越硬气，美国相对而言的话就窝囊得很，因为这是一场不义的战争。你一开始第一个炮弹就把人家168个小女孩给打死了那个前一阵子的话呢，那个莱维特就是白宫的发言人，他自己还生了个孩子还在显现在母爱。人家讲说，你看到伊朗被杀掉168个小孩的时候，你怎么没显现母爱呢？对不对？你自己是自打嘴巴。然后第3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现在的话呢，情势上非常明显，就是美国之所以就是带了一大堆团体来，希望买波音啦3B 嘛，买牛肉啦 beef 啦，买 beans 买大豆买波音买飞机然后出了一大堆买稀土卖稀土啦，然后这个要买美债什么的，美国一大堆要求，那中国的要求就是台湾的问题，就是台湾的问题。所以说我跟你讲，全世界最应该关心这一场这个习川会的时候呢，就是台湾。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头当中呢，我这讲一个概念让大家听。原来台湾问题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交往中是一个筹码化
啊，美国拿着这个台湾问题当成一个重要的筹码。那现在的话呢，有没有可能在川普的引导下变成商品化？又会不会有价钱啊？会不会出卖啊？会不会转变？那至于说是他们之间，这个卢比奥讲的啊，那个去不了的卢比奥，他自己当了一个白宫发言人，当了1天的，他曾经表明过。那有关于这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台湾问题一定会谈，但是会谈什么呢？他非常期待，就是不要改变现状。但是我会觉得说，既然一定会谈的话，之所以拖了这么久，就是因为台湾问题谈不妥，所以才出现这么晚投资的结果。对，所以大家才说嘛，台湾现在真的是菜单上面的一部分哦。那当然，这个大家都很关心明天的状况怎么样，将军？上次川普到中国访问，2017年那次是国事访问 Plus 哈，其实有一个环节特别有意思，就是川普看出来他很想当皇帝他特别要求要到故宫博物院里面去参访，而且要在那边吃饭，就享受中国古时候皇帝那种用餐那种感觉。听说那一次他还要求他的那种他那样野兽那辆这个他的坐车要开进这个故宫里面但是故宫来讲这个拒绝了，那时候很有感觉，因为这边是属于古迹的地方你车子不可以开进去，就是不可以开进去。但是我认为这一次川普去就绝对不会得到那么高的待遇。目前听到的这个他所安排的行程，当然只有2天，可以说是3天2夜了但事实上是不到整整的3天了，因为明天下午到嘛，然后后天一整天，然后礼拜5早上的话他就要离开，所以是不到3天。可是在这个北京住了2个晚上，大概比较休闲的一个行程，顶多就是安排他去看天坛。但是天坛以前在中国古时候是皇帝祭天的地方，所以说你看得出来，从川普上一次他要到故宫去吃饭，这一次来讲他要到天坛那代表他就是很想感受那种当皇帝那种感觉。可是我很好奇的，为什么这时候贝森特在13号川普就要到中国大陆去了，然后你12号你还到日本去？你知道何立峰也去了，何立峰也跟他在日本见面，可见的到现在为止中美两国的经贸还没谈妥，还在会前会，已经是13号要到了，12号这个中美两国还在那边会前会谈。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很明显的是会无好会绝对不是跟2017年一样这么国事访问 Plus， 我觉得更比较接近于双方来讲会不会唇锋舌剑的针锋相对，在这个地方做一场这个面对面的谈判。当然他住这个饭店世纪饭店也非常有意思，我特别去看了一下世纪饭店它这个维安非常的高规格，它除了说下面可以，它是整栋楼，美国把整栋楼都包下来，你现在如果去订的话，你根本就订不到这间饭店，你住不进去了嘛，因为他们整栋楼包下来，就算有空房间，因为除了川普他讲的46万是川普自己一个人的那间房间就46万了，那包括他的这些这个陪同他的来的这些这个华尔街的大佬，还有他的警卫、侍卫、企业家呢，对这些人，所以他整栋楼包起来。那顶楼很特殊，顶楼在屋顶上面是可以停降直升机的。各位知不知道这次川普去我们听说他用了好几架的 C-17运输机，除了运了他这个这个野兽那架休旅车之外，听说他的这个直升机陆战队1号的那架直升机也运过去了。那会不会因应紧急状况的时候，他那架直升机就可以停在这家世界饭店的顶楼